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奇异博士。管理员正在整理着图书，突然杀来的卡西利斯一伙把他五花大绑。他砍下了管理员的头，放在碗中，包上面包糠，炸至金黄色。隔壁的小朋友都他妈馋哭了呀！他撕下了书上一页内容，准备开溜。至尊法师古一前来阻止，他们被古一困在了镜像世界。不自量力的小垃圾们被古一打得是头皮发麻。卡西利斯也决定开溜，他们一个个钻进了传送门。古一也离开镜像世界，深藏功与名。王牌手术大夫斯特兰奇准备手术，他踩着鼓点给病人动刀。人形音乐库科普着 BGM， 女友克里斯汀给他带来一位重难患者，他们赶忙手术，但是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，手术难度也极为困难。斯特兰奇靠着自己灵活的手取出了子弹，把病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妇联大厦毅力中心贼耀眼，他也准备前去参加晚宴。高超的医术让他成为了人生赢家，开着小流就出发了。他首先过了发卡湾，路上接到一个病人，一位上校被战甲压断下脊柱，但他自大的不以为然，而且毫不减速一路狂飙。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另一位病人的 CT 让他分心撞了车，车子打滑摔下了悬崖。斯特兰奇失去了意识，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双手失去了感觉。他因为车祸导致双手神经受损，再也不能手术了。但现在他活着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残废的他被克里斯汀全面的照顾，他尝试了任何可能成功的办法，可双手依旧不听他的使唤。一位学士告诉他，有个男人脊柱瘫痪了，下辈子只能坐轮椅。但是几年后，他跟没事人一样在大街上溜达。他要来了这位病人的资料，现在的他连生活都不好自理，双手的打击让他性情大变，仇人厌世。一心想要帮忙的克里斯汀听到他畜生的话，对他彻底失望。最后一个爱他的人也离开了他，走投无路的他决定去找那位恢复行走的男人。他见到的男人请求他告诉自己康复之路该怎么走。男人看着他的手，告诉他，本想放弃的他见到了一位大师，大师带他到山顶找到了一位圣人，在圣人的帮助下，他净化了心灵，提升了心智，不知为何身体也得到了恢复。斯特兰奇难以置信这种奇迹的发生，男人告诉了他那个地方叫做卡马塔奇，但是代价会很大。斯特兰奇立刻启程去寻找自己的康复之路，问遍了路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。他的执着让一位兜帽尔人注意到了他。斯特兰奇被小混混劫持，破产治疗的他只剩下一块手表，他想要反抗，却因为手的缘故被揍。兜帽尔人救下了他，总感觉他要伸出袖剑什么的。他帮斯特兰奇解了围，也决定带他去卡马塔奇。兜帽人叫莫杜，他也来自卡马塔奇。他告诉斯特兰奇，放下你所知的一切和自负。斯特兰奇见到了古一大师，古一大师却知道他经历的一切，他希望古一能够帮助他治愈双手。古一告诉他，人可以说服自己的身体，让他用各种方式痊愈。仿佛见到希望的斯特兰奇一再追问，但是古一的玄学对话让他非常失望。自以为自己被耍了，他非常气愤，对古一也失去了开始的尊重，又说了一堆畜生的话。紧接着这一掌把他打得灵魂出窍。古一为了让他知道自己的无知，再次让他看到了多元宇宙。震惊的斯特兰奇跪求古一治愈他，但他的无礼让他自己失去了机会，被赶出了大门。卡西利斯夺走的几页书足以让世界陷入黑暗。现在的卡马塔奇需要斯特兰奇这样的人。无家可归的斯特兰奇被请进了门，拿着 WiFi 密码，斯特兰奇也算是正式入门了。他看着仅剩下的手表，想念着克里斯汀，渴望治愈的心让他全神贯注地学习着魔法。古一向他展示了来自多元宇宙的能量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让他拥有这样的能力。他来到图书馆，见到了新的管理员王，渴望的心让他熟读了很多书。王也告诉了他古一的珍藏，但缺少的那几页已经被卡西利斯偷走。这本关于时间的书变得不再完整，卡西利斯也已经开始了自己召唤黑暗的计划。他和自己的信徒念着咒语，他们因为黑暗变成了熊猫眼。他也看到了黑暗之主多玛姆，黑暗也让他变得更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斯特兰奇与空气做斗争，因为手无法专注的他是贼牢啊。古一看到他气馁的样子，给他展示了一个无手法师的力量。为了让他放下自负，古一带他来到了珠穆朗玛峰，想让他在绝境里找回自己。他和莫杜也在等待着奇迹。这种环境让斯特兰奇为了求生专注了起来。
斯特兰奇终于掌握了玄界的传送门法术，他修了一个托尼同款胡子，理了一个发，开始了修仙之路。他的进度之快让 Single Lady 王都懵逼了。自学成才的斯特兰奇再次来到了自己当年犯浑的那个屋子，古一交给了他镜像世界，这里的世界与外界隔绝，是完全独立的次元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扰乱现实。与默度的训练中，他也知道了关于卡西利斯的一切。他想知道古一究竟活了多少年，默度也给不出答案。在他们的世界拥有许多神器，训练中默度也变得焦躁。晚上寂寞的斯特兰奇跑到图书馆，拿出了时间之书，发现王不在后，他拿起了阿格摩托之眼，也就是时间宝石，准备按照书上的教学练习。阿格摩托之眼拥有控制时间的力量，一切都可以在时间的力量下恢复，包括这本被撕开的书。斯特兰奇从残缺的夜里知道了多玛姆与黑暗次元，他这样随意的操控时间会引起很多灾难，时间悖论、时间分支、自然法则都会因此而破坏。能够控制阿格摩托之眼的人并不多，他们也告诉了斯特兰奇法师的职责。地球上有3座圣殿，为了保护其他次元的威胁影响地球，所有法师都在保护圣殿，也等同于保护地球。但多玛姆超越了时间，他想让所有的多元宇宙都陷入他的黑暗次元，地球也是他最渴望得到的。听了这些，斯特兰奇想要退出，但伦敦圣殿已经被卡西利斯摧毁了。斯特兰奇也随着爆炸来到了纽约圣殿，这里面有着真任意门和一堆法器，但见不到任何人的踪迹。小鹏也和他一见钟情，为了召唤多玛姆，卡西利斯要摧毁所有圣殿，纽约也不例外。他杀死了圣殿守护者，斯特兰奇想要阻止他，但自己的实力根本敌不过摄取黑暗的卡西利斯。他把2个信徒打进了任意门，然后关闭。然而他并不会使用法器对抗卡西利斯。小鹏突然救下了斯特兰奇，获得神器后，他控制了卡西利斯。卡西利斯推销着黑暗次元的种种好处，他们想让地球超越时间，想要让多玛姆赐予永恒。卡西利斯告诉斯特兰奇，古一也在摄取黑暗的力量，这也是古一寿命这么长的原因。斯特兰奇也被袭来的信徒刺穿了心脏，关键时刻小鹏再次救了他，揍的那信徒是一顿磕头。斯特兰奇也传送到医院，找到了克里斯汀帮忙手术。他灵魂出窍，指挥着克里斯汀如何手术，而信徒也灵魂出窍，想要杀死斯特兰奇。心脏起伏器的电击让斯特兰奇的灵魂产生了能量，炸死了信徒，成功完成了手术。在克里斯汀的搀扶下，他穿过传送门回到了圣殿。这时他才真正的成为了奇异博士。但是卡西利斯已经逃跑，默度和古一也及时在战后赶来。博士已经知道了他摄取黑暗的事情，他也在质疑古一和多玛姆的事情。默度更是难以置信，古一也只是微笑离开。默度不愿相信真相，但未成功的卡西利斯依旧要摧毁圣殿。关键时刻，博士将他们困在了镜像世界。在这里，卡西利斯反而变得更强了，黑暗次元的力量让他们扭曲了世界，只有一个贼淡定的神秘白发老人。博士的逃跑路线全都被卡西利斯给扭曲了，2个人已经对他们束手无策。古一及时赶来化解了危机，但他的头顶已经出现了黑暗次元的印记。显然古一更了解多玛姆，劝降无用，只好开战。在至尊法师面前，他们的力量不值一提，卡西利斯却用自己人隔山打牛捅了古一的肾。博士一路追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带着坠落的古一再次找到了克里斯汀。这次手术，博士不再自大，他灵魂出窍，追上了放弃治疗的古一。古一告诉他，他已经窥探了太多次未来，阻止了无数次的威胁。他看到了博士的未来，害怕失败的博士做了很多好事儿。现在世界面临危险，他摄取黑暗也只是为了保护一切。古一希望他和默度能够阻止多玛姆。他拉住了博士的手，仿佛传承了自己的意志。古一也彻底停止了心跳。博士领悟了自己的职责，他现在要守护圣殿，守护地球。卡西利斯已经来到了香港圣殿，王也在全力的守护圣殿。博士来劝阻默度，默度已经因为古一打破了他们的法则而失望，但眼下最关键的事情是守住圣殿，而黑暗次元已经吞噬着香港。博士启用了阿格摩托之眼，倒转了时间，残破的城市在逐渐恢复。但是卡西利斯已经因为多玛姆超越了时间，黑暗正在逐渐退散，王也活了过来。圣殿即将恢复之时，卡西利斯也打断了时间，而博士终于也想到了办法。他飞进了超越时间、超越死亡的黑暗次元。
博士启用了时间循环，亲自谈判多玛姆。多玛姆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弄死了博士。时间重塑，博士再次找多玛姆谈判。多玛姆本就超越了时间，所以他再次看到博士时有点诧异，但是还是杀死了他。时间重塑，博士再次找多玛姆谈判，多玛姆再次杀死了博士。时间重塑，博士再次找多玛姆谈判，多玛姆又变得人狠话还多了。时间一次次重塑，博士一次次死去。多玛姆被博士无数次的重塑给逼成了麻瓜，为了不成为时间的囚犯，多玛姆离开了地球，卡西利斯也被永远的带到了黑暗次元。博士再次恢复了圣殿，结束了这场别人不知道的战斗。但看到博士也违反了法则，他离开了。博士成为了至尊法师，他们拯救了世界无数次，却无人知晓。古一的死去也在多元宇宙迅速传开，威胁还会接二连三的到来。博士也已经早就准备好继续自己的职责，不再为了自己而活。在片尾，博士问索尔为何要带着洛基来到地球，拿着自动续杯的啤酒，索尔告诉他，他们在找奥丁，完事之后离开地球不带任何威胁。博士决定帮助他们。莫杜也找到了恢复身体的男人，他摄取了男人的力量，让他变回了残疾人。莫杜决定消灭所有法师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订阅关注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银河护卫队2不见不散。